是他灭亡了印度佛学吗？传说中他只用了3句话，就让500名印度高僧哑口无言。在那一天，佛法的光芒在印度熄灭了。这个人学遍了所有的佛学经典，却站在了其对立面，整合了婆罗门教，创立了印度教。30岁出头就留下了300多部著作。这个人却在此后不久独自前往喜马拉雅雪山，不知所终，化光而去。他就是印度教的创始人商杰罗。以上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吗？今天让我们一起追溯，看历史如何变成传说，看传说如何变成神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神童、奇迹、宿命。公元8世纪的时候，在印度南边的一个小村庄，商杰罗出生了。这里位于几乎是印度最南边的喀拉拉邦，因经商而富庶，甚至在圣经的列王记中都有记载，到处都是金银和檀香。只不过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，这里远离印度的北方，而那里才是文化的中心。商杰罗出生在这里，做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好像是儒学文化中的孔子出生在了岭南。和历史上不少大哲人类似，商杰罗作为清贫的婆罗门，父亲早逝，母亲贤良，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，他很小就想成为苦行僧，只是母亲十分不舍。8岁那年，他在河里洗澡，被鳄鱼死死咬住。他呼唤母亲，说自己就要死了，就让自己死前成为苦行僧吧。母亲痛苦地同意了。他开始念诵出家的咒语，就这样完成了出家。可此时鳄鱼却放开了他，游走了。这个故事真的是太玄妙了，有圣迹，有转折，充满了宿命论。商杰罗在8岁之前就已经可以背诵4部吠陀经典，这里面可是包含了好几千首的圣歌。8岁之后就能够学习并背诵奥义书，这可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中经典中的经典，难度不亚于大学课本。这之后，等商杰罗到了12岁的年龄，就开始周游印度，拜访名师，留下了无数传说。在佛学中，商杰罗被称为假面的佛教徒，他通晓佛学，尤其是学习了当时最高深的中观和唯识2大派别的知识，同时整合了婆罗门教的理论，最终创立了印度教。从此之后，他走到哪里就变到哪里，无论是婆罗门教中的各个派别，还是高深的耆那教，还是其他小门小派，通通不是他的对手。当然了，也包括了佛教。在不少传说中，都将商杰罗描绘成摧毁佛法、屠戮道场的印度教英雄。他聪慧过人，能言善辩，就连知名的那烂陀寺，也就是大雷音寺的文学原型，都因他闭门谢客，从此不再公开讲经。最具备有画面感的一幕是发生在一个叫番茄罗的地方，他面对着500名比丘，提出来了3个直面佛学根基的问题。1. 若一切皆空，则空者是谁？2. 若众生无我，是谁在轮回？3. 若一切法原生无性，那此句
也无信无义。死一般的寂静，500名比丘无言以对，沉默不语，最后竟然集体改宗，方圆多少里的道场皆被焚毁。商羯罗如此恐怖如斯。接着他留下了超过300部的作品，整合了一盘散沙的婆罗门教以及各地的神灵崇拜、民间信仰，从此印度教诞生了。在32岁那年，商羯罗独自前往了喜马拉雅山，消失在了茫茫雪山之中。有人说他成就了凡我合一，化光而去，也有人传说他在一个山洞中入灭，因为后者印度多地直到现在仍在争夺这个山洞的具体位置。传奇讲述完了，可这一切你真的都相信吗？让我们接着聊。蒙在历史上的滤镜。尽管在现在，商羯罗经常被尊称为最重要的古典印度哲学家，可是我上面所讲述到的内容，至少大部分都可能是虚构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古典印度并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，很多记载都只能在宗教文献中寻觅。商羯罗出生在8世纪，同时代的佛教或耆那教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他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都是手下败将，可问题是，连印度教文献也都没有记载，一直到了14世纪，对商羯罗的神话才刚刚开始，此时已过去了500年。此外，30多岁的年龄，拥有超过300部的作品也绝无可能，毕竟除了诗歌，几乎都是高深的理论著作，所以大多都是脱名之作。而在佛学故事中，也曾有这样的传说，商羯罗曾和法称辩论，后者是印度瑜伽行派高僧，理论研究无比艰深，商羯罗辩论不过他，竟然投河自尽，转生之后继续辩论，继续投河，来回转世竟有3次之多。当然了，关于这个故事，包括顾炎武、章太炎等研究学者都持有反对意见，认为只是源于一种佛学界的心理需求，神话对轰而已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到了近现代，对商羯罗的崇敬竟然有增无减，背后原因也并不复杂。在现代民族意识中，印度教已经可以等同于印度人的宗教，这位古典印度哲学家更是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。印度的开国总理尼赫鲁就曾多次高度评价过商羯罗，称赞了他令人惊叹的智慧。而在2019年，印度总理莫迪亲自揭幕了一尊商羯罗的石雕，就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，传说中商羯罗圆寂之处。莫迪十分认真虔诚地进行了仪式，而大多数的印度网民都在评论中高度赞扬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商羯罗灭亡了印度佛学之类的话题就突然在中文网络上甚嚣尘上。2023年，对商羯罗的崇敬达到了一个高峰，高达33米的合金大型雕像在印度落成。12岁的商羯罗身着布衣，目光坚毅地望着远方，即将踏上修行的旅程。左手拿着70水囊，右手拿着苦行单杖，额头上的3道纹来源于湿婆派的象征。此时的商羯罗
象征着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，而是整体10亿印度教徒可以回望1000年的精神图腾。历史的讲述告一段落，想必你应该还记得商杰罗诘问佛学的那3个问题。那么让我们来聊一聊，这真的是无法解答吗？语言与空性的谜题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不妨先来回答一下商杰罗，或者说那个时代的第一批印度教先行者们，他们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？那就是吠檀多不二论。只不过客观来讲，印度教的哲学理论也十分深刻，我只能尝试来做简单解答。和婆罗门教一样，商杰罗提出宇宙的本体是凡，但是需要分为上凡和下凡。我们和我们的世界，包括神本身，乃至一切的物质实体，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下凡。商杰罗并不阻止人们去拜形形色色的神，甚至他还主张所有教派都一起去崇拜5位神灵，也就是毗湿奴，大家所熟知的印度3大主神之一，还有湿婆，印度3大主神的另外一位，还有象头神，印度的智慧神，同时也是财神，苏利耶，印度的太阳神，汉传24护法之一的日天子，摩诃提皮，印度至高女神，化身之一就是汉传24护法之一的吉祥天。崇拜这些多神并没有关系，而且也有必要，因为崇拜的过程就是去逐步理解上凡的过程，上凡才是终极的一切，无形且无差别。所有的人乃至所有的神，最终都会回到上凡这个源头中。这一套学说可以很好地融合底层的民俗信仰，以及满足上层的哲学思辨。除此之外，印度教还修复了婆罗门教的诸多 bug， 针对种姓制度的痛苦，告诉高种姓的婆罗门，想要维持住特权，不要搞血腥祭祀，还要有吃素等这样的约束。告诉低种姓的首陀罗和贱民，每个人在上凡中都是平等的，要行善，要忍耐，消除无明，实现解脱。这明显是借鉴了佛学的观点，只是功利了许多。但如果种姓制度在印度无法撼动，那么相比佛学，还是这套理论更利于统治。这个也就是佛学在印度衰落的真正原因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一期佛学抛弃了印度，去了解更多。那么回到刚刚开始的话题，商杰罗的那3个问题真的灭亡了佛学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些问题太过于初级，对佛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回答。1. 若一切皆空，则空者是谁？空并不是没有，而是无常，代表了永恒且不停息的变化，并不是属于虚无。2. 若众生无我，是谁在轮回？河水川流不息，代表河的我在哪里？火种彼此传递，代表火的我又在哪里？所谓无我，否认的是恒常不变的我。3. 若一切法原生无性，那此句也无性无义。这是典型的自我否定式攻击。类似的文字游戏可以给出很多。没有绝对真理，这句话是否绝对真理？
判断是相对的，这句话也是相对判断。维特根斯坦认为，语言只是工具，边界抵达不了真实世界。佛学认为，语言属于世俗谛，仅仅是引导我们放下执着而已。成立不成立的文字游戏无关紧要，佛法如船，渡后可弃。可是到了内容的最后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商杰罗真的提出过这些问题吗？要知道，佛学千年受到的诘问太多太多，根据不同的记载，商杰罗可能批驳过刹那生灭，可能批驳过12因缘，可能批驳过五蕴论等等，但限于篇幅和专业性，我们不做太多展开。不过我们想想，这些到底是商杰罗本人的辩论，还是他人假借的诘问？甚至是上面的那3个问题其实充满了现代辩论的色彩，真的是商杰罗本人所说的吗？那么到底都是谁在诘问佛学呢？让我们不妨想想看。念念不忘，千年回响。佛法并不怕被世人诘问，怕的是世人放弃追问。真正让佛学在印度沉寂的，不是某个人、某句话，而是浓稠化不开的种性阴霾带来的必然结果。再次引用我们之前所说，博大精深的佛学，无论多么深奥的理论，无论任何法门的宗派，入世的基础都是慈悲，而慈悲的基础呢，就是平等。当我们在印度历史中凭吊时，要知道，真正被抛弃的或许不是佛学，而是印度历史上对平等的承载。成住坏空，千年不过一瞬，印度这片土地未来总会改变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